你走进一间电梯，放个空，随便瞟一眼。婚纱照，希腊拍，婚纱照，巴黎拍。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瓜子二手车直卖网，二手车行业领军者。视频已经成为当下最具侵略性的媒介形式，每个元素都在试图吸引我们的注意。行业领军者，最高优惠全国上百家瓜子，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你可能也在无数个被狂轰滥炸到虎躯一震的时刻，发出过这挠头疑问：我的注意力到底值多少钱呢？有新的外卖订单。我是当下频道的 Lucia， 一个看视频、做视频，而且靠视频吃饭的家伙。我们最近也在研习一个课题，想要知道你的注意力到底值多少钱，那得先要知道视频是怎么把注意力换成钱的。在这个内容付费还不足以普度众生的当下，广告收入就是我们的粮油米面。一条视频里，冠名商、开屏、贴片、中插、暂停弹窗、信息流、场景内原生产品和屏幕，有人注意的地方就能卖钱。但具体怎么卖，还是问问专业人士吧。我叫威利，来自于凯度。广告的计价方式的话呢，我们其实有像 CPM、CPC、CPA， 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目前比较流行的可能还是按照 CPM 来计算。CPM。Cost per mil 指的是广告投放过程中每展现给1000个人所需要花费的成本。在这个计价方式里，我们的注意力被量化成了一次曝光。传统的广告呢，打的是让更多的人被曝光到啊，其实就是一个流量的逻辑。比如我们看到的这些电视剧，在它播出前，平台就会根据剧集的原创 IP 影响力、制作成本、宣发阵仗、明星卡司、播出档期等维度去评价剧目的潜在流量，并以此给剧中的广告位明码标价，招商出售。又到了这个节目最经典的算账环节，我先拨通了业内行家的电话。我就是想大概知道一下，现在这种比较热的剧集，植入一个广告位的话，是怎么样来算它的钱的呢？咁么要看播放量了呀。单集播放那个17万以上的，假使要辣辣里向摆只产品广告，那么钞票大概辣辣2万1秒钟。也就是说，展示给单个观众1秒钟的价格半厘。一般性呢，阿拉视频侪是算个10秒一个广告，算一次性转示的。那么这样算下来，就是一个观众在一个视频里面看到一次广告植入的价格。半分钱，可是我们注意力的价格就只值这个数字了吗？不单只是讲流量的嘛，对不对？仅仅看到曝光是不够的，每一个曝光跟每一个曝光之间都是不一样的。正所谓实践出新知，为了了解同一个曝光的不同，我决定用我们自己的片子去探索我们的注意力还有哪些值钱之处。那首先我们要看说视觉上的呈现啊，是否能够跳得出来，是否能够足够吸引人的眼球。联系到了一个眼动实验室，我们在这边会追踪一下我的眼球到底在观看一个画面的时候是怎么样移动的。欢迎来到我们的实验室。然后我们今天会有这一款遥测式眼动仪，记录一下您的一个眼动数据。那么一会儿将会有一些图片，随机的呈现出来。这些图片来自我们往期做了好几版的视频封面，这里面包括了运营美术老师纠结配色、纠结字号、纠结放什么元素的血泪史。很多时候靠感觉来猜，今天测试的方式能够知道说我大概对于它的关注度在哪里。那我们现在测试就正式开始了。为了实验数据的准确，我们多找了几位同事。经过7人5组，每组4张的测试，我们得到了一份眼动数据。Nick 根据提前设定的观测目标物，框定兴趣区域，分析在不同呈现状态下兴趣区域的注视时间、总注视时间中的占比和整个观测任务中瞳孔直径的变化等指标。最后根据凝视点生成了一份热力图报告。首先，在所有封面的搜索路径中，视点都是先落在图像上，随后跳转到文字。我们嘛，视觉动物。
科尔鸭这组封面中，在粉紫色背景中，观察者的眼跳时间、回跳频率都明显高于蓝绿色背景，人眼对于暖色更加敏感。民宿这一组由人脸的这2张所形成的凝视点个数更多，停留时间更长。在美甲店这组中，随着人脸的放大，首次注视时间也更短，人脸对人眼有绝对的吸引力。在虚拟偶像这组中，眼睛未加遮罩，直视镜头的这2张注视时长更长，凝视让我们挪不开眼睛。回到我们的视频中去看的话呢，比如说我们人物肢体的变化、光线明暗的变化，以及我们镜头的远近、构图、主体的大小、主次关系、镜头的动态、速度的切换，所有这些因素其实都会影响观众的注意力。画面点位里的讲究千万，掌握了眼球密码，能够让你成功出跳。但你注意力更值钱的地方在于看到了以后，到底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威利所在的 Kantar 正好有在做相关的研究，我们决定登门拜访一下。像 Kantar 这样的专业咨询公司会设置我面前这种测试房间，他们配有单向观测玻璃、消音海绵、独立监控装置等等，针对广告主或者自身调研的需求，组织志愿者观看影片，并记录和观测最真实的用户反馈。今天专家会给我们看当下的片子，我会知道在观看的过程当中，我的注意力发生了哪些变化。现在就可以开始了。鸡要长出来1公斤，需要吃2.5公斤。记录我们被访者面部的肌肉群的一些变化，那比方说我们嘴角、额头、眉毛跟我们后台的轨迹做一些比对从而知道他在当下所表露出来这个表情到底意味着什么。他说：“你现在的分析结束了。”你稍等，我马上过来。我带你看一下，核心会有7种表情。7情6欲的7情。这一支片子的话，整个的一个表情丰富程度就特别的高。在刚刚的测试里，情绪波动的绝对峰值和注意力曲线的峰值是基本吻合的。波动的幅度比较大，那其实证明能够更好的去吸引观看者的注意力。明显的看到说，哎，你这个表情比较厌烦或者说恶心。弹幕互提一下。还蛮有趣的，就是画面让你觉得说有点恶心，但是你的面部表情同样也是充满无微笑的。抖 M 吗？就好像我很喜欢看挤痘痘的视频一样。拆解我们潜意识露出的表情，只是知道了我们注意力里的真实情绪，更重要的是如何去挖掘这些情绪背后的价值。挑选的时候，我们会更多保留那些正面的情感，品牌也好，对于这个片子的这个喜爱度也好，会更高一点。根据研究，我们20%的购买决策基于理智，80%基于情感。当消费品和一些积极愉快的画面摆在一起时，消费者就会对产品发生好感，产生移情现象。也就是说，快乐的片子和恰饭更搭。但消极的情绪也不意味着这个反馈是错误的。比方说保险类的这个产品，它可能就是会给你一些紧张感、担心。这个情况下，这个广告其实是成功的。像 Kantar 这样的公司，他们做的其实是在广告制作和投放之前预判用户的行为，从而优化我们的注意力。但是我发现，在业内还有另外一类公司，他们声称在片子制作完成，甚至是上线以后，都还有更多的注意力宝藏有待收割。那我今天会找一个专家聊聊，到底现在你看到那些视频里面，他们是在怎么样变现你的注意力的 ？Hi Mike。Hi Lisa, how are you? Thanks for having me. Myriad is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wered in-content advertising company where we are able to bring together broadcasters of content or distributors of content and brands in a seamless way. Cool. Where our technology is able to find the places and spaces within that content that are relevant for brands to appear. And then we're able to put those brands into that content. Yo, hold up. 已经上线的片子也有商机？坑吃干片5年有余，我们最不缺的就是已经上线的片子。1天前，我把我们播放最高的100条视频寄给了E，我想知道我们创造的注意力到底能值多少钱？很快的。
一共搜出来了466个广告位。对，你们100条视频过来了，肯定不是都合适的嘛。系统全面高效的分析完以后呢，根据曝光的时长、位置和大小、场景干扰性、光线突出性和植入形式的5个维度，筛选出了这些最佳的一个植入机会。然后这边就是你们适合的品类。作为一个关注年轻人消费的频道，我们扫描出来的报告显示，最多的场景是商业和住宅空间，最多的植入位置是饮料和食品。不愧是我，看来我们公司其实是很适合去找一些饮料类的品牌去做植入的，非常适合。比如说你要熬夜，你要补那个高考，可以搜索学习，一键检索，学习有关的10个。是我们之前做的 This Is Us， 讲一个自由插画师的生活的纪录片。像这一集代表年轻人新潮的生活方式，整个气质也很活泼。这种工作场景旁边，能量饮料啊是绝搭。锁定了这个插画师的片段以后，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要去看具体放在桌面上的哪个位置。我们后台会有热力图的分析，日历的位置相对是比较中心，和主人公靠得很近，是最容易被注意到的一个点。那就放一个呗。哇，这个很真哎，半开口的那个易拉罐，就是细节 matters 嘛。那我们公司最开始的创始人，他是做电影特效出身的。Natalie Portman 主演的《黑天鹅》这部电影里面，我们有拿过奥斯卡最佳特效奖。来看看我们其他片子的植入效果。还记得这是哪条吗？这个是我们去迈阿密，是我跟这个冲浪手在早上5点钟起来，要准备去冲浪。Alright， 对，天还是蒙蒙亮，然后经过了就是他们家外面的这个地方哦，东大门。这一集是我们在洛杉矶。天哪，我们真的有好多视频啊！ You don't want to be seeing something that's totally irrelevant to you. It's of no interest, right? So it's looking for places where a brand would go, and it's looking for the locale, meaning 镶嵌回原片可以上线投放了嘛？针对品牌精准的定向投放，还可以按照不同的地区、性别还有年龄等等制作不同的版本。看《盗墓笔记》、看《大江大河》，那可能是真的是完全不同的2类人。未来有一天，可能即使是同样一个电视剧推送的广告，就都是不一样的。And that's the core difference. You want something that's relevant, but not intrusive. So advertising works when it is targeted, but without impinging on people's personal data. That's truly amazing. 回到刚才那个问题，我们创造的注意力到底值多少钱？根据我们前期的调查，我们已经知道一个1000万级左右播放的视频，它的每个广告单元的售卖价格在10万元。我们的单集播放量平均是100万的话，除以10，也就是说我们每个广告单元可以卖出1万元。这是我们从100条视频里面所筛选出来的466个可以做产品植入的场景，以10秒钟作为一个广告单元，应该可以被换算成50个广告单元，都可以卖出去的话，它将会给我们当下频道带来50万左右的额外广告收入。而这笔额外的费用呢，就意味着我可以多养我们整个团队整整1个季度。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身处在一个有很多广告的世界里面，这是为什么我们能够享用这么多免费的内容，这也是为什么像当下这样子的内容创作者可以持续不断的去生产优质的内容。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看待这样子的广告内容形式呢？ If a brand is yelling at me and interrupting my experience, I don't want to hear it. I want to see them in a contextual format that adds to my viewing experience. Need to find ways of connecting with viewers in a more creative way is to be considered as a part of the media mix. 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这支视频里的这里、这里，还有这里，都是后面做进去的。感谢你看到这里，我是这一集的卡斯卢莎，我是这一集的导演大鱼。做这集的初衷就是因为有一天我走进了一个电梯，然后就发生了我们的视频开头的那样子的那一幕。其实我也是很烦那种，你看一个1分钟的视频，你先要看30秒钟的广告。我们都知道，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注意力被收割就是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如果这件事情在所难免，那至少我需要明明白白的知道你是怎么样在收割我的注意力的，以及我的注意力到底价值所在。然后我们在做调研的过程中，其实会发现那种轰炸我
们承接我们的广告在变少，因为毕竟我们的感受也是他们想要收割的注意力的一种。所以你今年看过让你觉得最喜欢的一支广告长什么样子呢？说到你最不喜欢的广告的时候，你马上想到的是哪一支呢？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Please remember to subscribe and turn on notifications so you don't miss any future episodes.